父母重点培养姐姐上清华，对我不问不顾。高考成绩出来后，考上清华的却是我。从小到大，爸妈就特别偏心我姐，长得好，成绩好，人也好，也难怪。不过高考出成绩那天，全家都傻眼了。他们不会想到那个平平无奇的小女儿居然考上了清华，他们也不会想到，从那以后，我的人生一路开挂。来来来，小石，穿上这件衣服让我看看。宋宇递给我件大红色礼服，我听话乖乖换上，他十分满意，娇艳的脸染上一抹笑。不错，你穿上都还行，我穿上肯定更好看。从小到大这种对比的话，我已经听习惯了。小学时我拿了奥数1等奖，爸妈说你姐都才3等奖，你是不是抄的？中学时宋宇的追求者说你怎么跟你姐长得一点都不像，她这么好看。高中时宋宇在厕所吸烟，被抓时让我背锅，我不肯。班主任知道后说，人家宋宇是好学生，怎么可能吸烟？你少甩锅了，这么多年了。我对这种话近乎免疫。今晚是毕业宴，宋宇肯定打算艳压全场。爸妈只给宋宇买了一套礼服，根本没给我买，我只能穿着常服到现场。平时很低调的男生女生都穿起西服礼服，我的牛仔背带裤和白 T 看起来格格不入。我找了个小角落坐着，听着大家肆意交谈。宋宇的大舔狗陈明自豪地说：“我们小宇肯定是状元，平时都能考690呢。”旁边的李荣反驳：“我压我男神沈旭是状元，他最高考过710呢。”我在心里默默点头。沈旭是我喜欢的人，也是大多女生的梦中情人。班长王涛打圆场：“行了，这俩人谁是状元，都是为咱们5班争光，是不是？来喝一个。”下一秒，大门缓缓开启，是宋瑜。她一袭红裙闪瞎了所有人，而她旁边是沈旭。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和夸赞声让我觉得聒噪。小说女主就是她那样的吧？我下一辈子也要投到她这样的胎。呜呜，他们好配呀，双学霸双颜霸。他们会不会已经在一起了？借这个机会官宣啊！是啊，是该在一起了。宋瑜也暗恋沈旭，她这么美，怎么会拿不下呢？宋瑜拿起话筒：“大家晚上好。”全场响起掌声，我也象征性的拍拍。还有半小时成绩就要公布了，大家紧不紧张？我当然不紧张，我等这一刻等了太久。为了让爸妈信服我成绩烂的人设，我伪装了整整3年。老师们没有一个看得起我，他们觉得我会是学校里唯一一个大专生。我早起刷题时，同学冷嘲热讽，说我起早贪黑上大专，再等半个小时，我就能打脸所有人。我们来玩个小游戏，放松放松好不好？真心话大冒险，怎么样？宋宇在大屏幕上摇人，第一个摇到的是舔狗陈明，他选的真心话。宋宇眨巴着他水灵灵的大眼睛：“你觉得我们班长得最好看的是谁？”陈明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，大喊：“宋石，也就是我！”突然一阵爆笑，是因为我长得并不好看，大家潜意识里觉得这是嘲讽。我很窘迫，下意识瞄了瞄沈旭，他没有笑。下一秒，沈旭拿起另一只话筒，我也觉得他最好看，笑声戛然而止。沈旭说的太认真了，大家都有点摸不着头脑，但只有我知道他是想为我解围而已。他从来都是这么温柔，如果是别的女生被这样调侃，他也会站出来的。宋宇的脸僵了僵，哈哈，对呀对呀，宋石打扮也是个小美女呀。来来来，下一个下一个。大屏幕上摇到了我。哎呀，太巧了吧！这样吧，一直真心话也没意思。宋石来个大冒险怎么样？大家都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，赞成的自然很多。我被迫接受。宋宇想了想说：“找个异性拥抱。”10秒，周遭都是欢呼声。大家都知道我人缘不好，更别说异性缘。我长得还一般，谁愿意抱我？宋宇分明是故意让我难堪。有人附和，没人肯抱怎么办呢？宋宇答：“完不成就喝一大瓶啤酒。”他明明知道我酒精过敏的。初中毕业时，宋瑜带我去了一个派对，
美名其曰跟我一起去玩，实则是帮他挡酒，一杯接着一杯，半瓶啤酒下肚后，我晕了过去。也就是那时候，我才知道原来我酒精过敏。也是从那时起，宋宇不让我在外认她做姐姐，他嫌我丢人。可现在我也只能强喝了。我挑了瓶小一点的啤酒，准备开盖，下一秒被一抹清香拥入怀中，是沈旭。我心跳加速，差点没拿稳啤酒。我知道他又在帮我解围，我肆无忌惮地贪恋着这10秒的温度。10秒后，他松开了我，全场哗然。也就是在这时，开着手机铃声的人都纷纷响起消息提示，但这不包括我。我没收到消息，看了看时间，我知道是高考成绩出来了，有人欢喜有人愁。宋宇看了一下得意洋洋的开麦，我692，有没有比我高的呀？陈明又开始舔，我赌个没有。然后我就听见沈旭悠悠的一句710，打脸来得如此爽快。虽然不是我自己，但看见宋瑜尴尬的神情，我莫名有些爽感。宋瑜可能是觉得输给沈旭也不丢人，还在巴结，那我们有可能是校友耶。沈旭没理他，倒是其他同学又开始叽叽喳喳。沈旭，你是不是个爷们？小雨大美女追你这么久，之前说的以学习为主，现在都毕业了，你就从了吧。我莫名感到紧张，生怕沈旭脱口而出就是答应，但他依然沉默。班长王涛也附和，就是让人家大美女等你这么久，你好意思吗你？沈旭终于开口，我不喜欢他。全场气温降到冰点。宋瑜的职业假笑停滞在他如花的脸上。这时有个电话打给我，在安静的环境里尤为突出，我赶紧接通。喂，请问您是宋石吗？我是北大招生办的。我默默打开免提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没听清，您再说一遍可以吗？电话那头重复着，我是北大招生办的，你是全省第一725分，想问问你打算来我们学校吗？725，跟我预期差不多，但是很多人都很震惊。是啊，我的人设就是成绩贼差，差到连2本线都过不了，但那只是我装的。我笑呵呵地回复，我需要考虑一下，考虑清楚给您答复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看着宋瑜，我最想看见的就是他的反应。他不介意沈旭超过他，那他会不会介意我超过他呢？那个他最嫌弃的、丢脸的妹妹超过了他，沈旭是第一个给我道喜的。他笑着，仿佛早就知道我会考得这么好。陈明也没敢吭声，倒是班长王涛也给我祝贺。我们班确实厉害呀，3个清北过线，其中1个还是全省第一，大家都给宋石鼓掌吧。掌声稀稀拉拉的，其中1个女生不服，你是作弊的吧？怎么可能？平时2本线都过不了，突然全省第一了。我虽然对宋瑜比较软弱，但完全是顾及姐妹之情，对这种外人我无需忌讳。整个学校我分最高，谁有资格能让我超成全省第一？说完，我用手指了指脑袋，暗示他蠢。我的分数都知道了吧？那我不奉陪了，回家思考一下，到底是去清华还是北大。再见各位。说完，我炫酷转身直奔大门。装了这么久，我都要累死了。为了奖励自己，我在外面吃完饭才回的家。回到家已经晚上9点了。一进门，我爸不由分说的就给了我一巴掌。你还有脸回来？我看着坐在沙发上哭得梨花带雨的宋瑜，瞬间明白一切。我把痛出来的眼泪忍了回去。怎么，我全省第一，你们不高兴啊？我强装镇定，对上他恶狠狠的目光。我管你全省第一、全国第一，你姐都跟我们说了，你专门开个免提让全班人听到，他被同学嚼舌根嚼了不知多少，当众下你姐姐面子，你很爽是吗？我鼻子有些酸，但我还是忍着。是很爽，爽到爆。又是一巴掌。他叹了口气，回你屋待着去，我现在不想看见你。我理了理散乱的头发，进了自己的房间。我们家是3房1厅，爸妈一屋，我跟宋瑜分别一屋。我看着蜗居一样的小屋，突然想到初中时，爸妈说宋瑜的房间比我还小点。
我想着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跟他换房间住。于是我就偷偷进了他房间一探究竟。结果发现宋宇的房间有我2个那么大。我听见他们在外面讨论着我的成绩，不是没过本科线吗？怎么突然上了个清华呀？宋宇哭唧唧的。可能是作弊吧，我也不知道，随便吧。小鱼不也上了吗？他算个什么东西？我靠在门上反锁着，委屈突然涌上心头，眼泪一滴接着一滴流在脸上。不是早就习惯了吗？为什么我现在还是好难过？在10几分钟里，我把这10几年的委屈都哭光了。哭过之后，我躺在床上放空，一条微信打破了沉寂，是沈旭发来的。你想好报什么了吗？我打字，应该是清华吧。你呢？他回复，我也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感到很心安，好像刚刚的委屈只是我做的一场梦一样。沈旭总是有这样的魔力，他的温柔在高中3年滋润了我太多。传闻都说沈旭是高岭之花，一副生人勿近的面孔，更是劝退不少人。但我们第一次打交道时，他就打破了他在我心中的形象。那是在高1下学期，我跟宋瑜一起被班主任叫去办公室，我以为是跟成绩有关。我一进去，班主任直接给我一张表，在这表上签个字吧。我拿起这张处分表，上面写着5月3号，我抽烟被抓。我把表放回桌面，我不签，我根本不吸烟。我看着旁边的宋瑜，就明白是他甩锅给我，因为昨天他被抓到吸烟。宋瑜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你怎么撒谎撒得这么自然？你不心虚吗？其实宋瑜有什么忙我能帮的都会帮，但这次真不行，处分和请家长。被我爸知道，他肯定打死我。我指了指宋瑜，老师，是他吸的。班主任不信，人家宋瑜是好学生，怎么可能吸烟？你少甩锅了。我还是不想认罪，一直僵持着。突然有个男生的声音响起，是宋瑜吸的吧？他上次找我讲题，一股烟味，香水都盖不住。我有些惊讶，抬头望去，跟他四目相对。班主任眼看保不住了，只能让宋瑜接受处罚。事情结束后，我跟那个男生重重道谢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个替我说话的是，就是他们口中那个高岭之花沈旭。也是从那时起，我开始了以年为单位的单相思。清华的录取通知书到的时候，我在便利店打暑期工，回到家后，茶几上一片狼藉。宋瑜坐在沙发上吃着苹果，我拿起来看，是我的录取通知书，外皮被撕烂了，不过好在里面还是好的。你弄的？他不以为然。不知道哪个是我的，就都拆开了。你有意见？我以为他会报北大，毕竟他文科比较厉害，没想到真是阴魂不散呐。我没跟他再多白费口舌。回了房间，我拍了一张里面的图发给沈旭，沈旭也回了我一张里面的图。定睛一看，我俩居然是同一个专业。刚刚在宋宇那受的委屈直接消散了，我有点激动。我们都是计算机的耶。他发了个熊猫惊讶的表情。好巧啊，开学见。我也回了个开学见。开学报到那天，我拿着行李箱直奔宿舍，我是第2个到的，却看见了我最不想看见，也最觉得不可能见到的人——宋瑜。他倒是不诧异，我挺疑惑的。你居然报的计算机，能学得来吗？宋宇耸耸肩，我都能考进来了，还怕学不会吗？可他明明英语最厉害，不报英专非跑来学计算机，莫名其妙。我没理他，开始收拾东西。第2个舍友来了，是个萌妹子叫康欣。最后一个舍友最大阵仗，他身后跟着4个保镖，我有点目瞪口呆。他摆摆手让保镖退下，不好意思哈吓到你们了。我叫陈思思，是个暴发户。他说完撩了撩头发，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果香味道。宋瑜嗤笑了一下，很明显他看不起陈思思。康欣甩了个话题，我听说后天有迎新晚会，但是是新生上去表演，你们要去吗？我摆摆手示意不去。陈思思看着自己的美甲，我也没报，我除了美貌一无是处。宋瑜玩着自己的长发，我已经报名了，跳舞。迎新晚会是在学校大礼堂举行的。
康欣、陈思思找了个偏中间的位置坐下。不知道过了多少个节目，宋雨穿着白色纱裙在舞台中央起舞，一整个白月光即视感。我思绪万千。上初中时我就特羡慕会跳舞的人。我回家说我想学，被爸妈轮番教育：你身材条件和脸就不适合跳啊，送你去不是浪费钱吗？你以为我们赚钱很容易呀？你要是自己有钱报，你自己报名学去。教育完我之后，他们转头就将宋瑜送去了舞蹈班。所以现在看着他翩翩起舞的样子，我只觉得刺眼。康欣哇了一声：“宋瑜好美呀！”我一直沉默，直到晚会结束。那一晚过后，宋雨又一次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，追求者数不胜数，大多都是高年级的师兄。他有些不要的礼物就甩给我们仨。我觉得不拿白不拿。康欣跟宋雨打成一片，齐刷刷进了舞蹈社，也不会多说什么。而陈思思本来就不差钱，她觉得宋雨是在侮辱自己，于是我们宿舍自然而然形成了两拨人：康欣、宋瑜 vs 我和陈思思。周一，我跟沈旭作为新生代表发言，流程是他先讲，我压轴。那天以后，沈旭收获了不少小迷妹。而我没有掀起丝毫水花。我本以为事情会告一段落，突然有关于我的词条出在论坛榜首，是陈思思给我截的图。词条内容是：宋时学霸人设是真是假？一个叫用户 A 的匿名帖子点赞率最高，帖子里都是我高三一整年的考试情况，没有一次高于400分。我本来还在想如何应对，可没想到事情发酵得太快了。当天中午，我跟陈思思去食堂打饭，被一个男的撞洒了一整碗番茄汤。大众美名其曰他是番茄汤战神，来惩治我。宋时滚出清华和宋时作弊咖这两个词条霸榜论坛前2。陈思思认识个黑客朋友，帮我查了一下匿名帖子的来源，发现是宋雨干的。当晚我和陈思思就跟宋雨对峙，陈思思率先发话：天天跑去练舞，腿都要跳折了吧，还想着陷害人呢。宋雨却委屈屈的：你在说什么呀？我都听不懂。我翻了个白眼。我最后警告你一句，你不仁我不义。宋雨还是楚楚可怜。宋时你羡慕我能被这么多人喜欢，我理解，但你不能给我泼脏水呀。康欣站队宋瑜：法治社会，拿证据出来。陈思思想把黑客朋友的那条证据拿出来，被我制止。4人不欢而散，各上各床。第2天，这段语音就上了论坛，是宋瑜本人发的，文案是：我真的没有做过这些事情，希望大家可以还我一个公道。宋瑜这条帖子一发，我就成了他小迷弟们的炮轰对象。去图书馆的路上，我被泼水；在食堂里，我被丢菜；点的外卖也总是被偷。这些我都让陈思思记录拍摄了。当天我把资料整理完，递给校领导。紧接着沈旭发了个帖子：高等学府学生素质堪忧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在帮我说话。校领导第2天给了我回复，他说要举办个露天考试，全民监督，题目高考难度往上一个等级，我能考到90就替我作证。我欣然答应。宋雨却有些不乐意，因为他还没折磨够我。很快就到了露天考试，一群人在旁边虎视眈眈。宋瑜故意派了些人在旁边大喊大叫，我尽量不受他们的影响。考1个小时，我提前交了卷，结果出来了。我盯着宋瑜，在心里默念：我们的姐妹情分到此为止。我拿了满分，校方直接用大喇叭宣布了结果。一瞬间，我的风评又扭转了，论坛上都是歌颂我的。新的词条霸榜榜首，宋时天才少女。闹剧收尾，我用自己的账号发表了陈思思那个黑客朋友的证据，表明是他陷害的我，直接将宋瑜推向舆论高潮。此外，我还发了他其他的事情：初1时让一个女生下跪，他抽了别人30个嘴巴子，视频为证；初2时不尊重老师，言语冲撞老师并肆意逃课，监控录像为证；初3时他一脚踏3船，让我保密，聊天记录为证；高1时考试作弊，
监控录像为证。宋于新词条霸占了榜首，宋于心如毒蝎，宋于接受不了自己苦心经营的人设崩塌，退学了。一切似乎回归平静，学校论坛不再是只围绕着宋于，谭鑫跟我们的关系也不冷不热的。半个月后，沈旭给我发了条微信：“周六有空吗？带你见一个重要的人。”我回复有，周六很快就到了。我准备去赴约，走到楼下发现围着好多人。我穿过人群，看见了2位不怎么想看见的人：我爸和我妈，宋韵和李翠。自从宋宇搬出学校后，他们就断了我一切的费用，是陈思思借了我钱，帮助我渡过难关。宋韵怒气冲冲地走过来，扬起手，又要甩我巴掌，在半空中被我狠狠抓住。他估计没想到我力气这么大，因为我从来不会反抗。你个白眼狼！我们辛辛苦苦供你读大学，就是让你去夜店当小姐吗？李翠听到后上来甩了我一沓照片，有很多张，有一部分被围观群众捡到了。我拿起来一看，很明显就是 PS 的。我从来没去过夜店酒吧，唱 K 都很少，估计是来为宋瑜出气吧。有点脑子的都知道这是 PS 的，少栽赃我。宋韵又扔出一沓照片，什么 PS 的？裸照也能 P 吗？你的销魂表情也能 P 吗？我的裸照一张张的从空中散落，我自己问心无愧，但毕竟是我自己的脸，看起来就像是我自己没穿衣服的样子。我有点手足无措。突然右手边一个雄厚的男生说：“谁说我女儿是夜店小姐的？”我下意识抬头望去，是一个50左右的大叔，颇有黑道风范。宋韵和李翠神色慌张，连忙否认：“我当初把小石交给你们，你们就这么对他？钱花光了就完了是吗？”“不是的，我们对小石可好了，啥好东西都给他。”我有些凌乱，但也不傻。上次抽我那2巴掌你忘了？大叔一听来劲了，直接吩咐小弟把宋韵抓住，让我扇回去。我尝试性扇了他1巴掌，又1巴掌，再1巴掌。我越打越起劲，想把这10几年我受的所有委屈都打在他脸上。最后我打累了，大叔才放了他，还不快滚！宋韵和李翠慌忙逃离，小弟们在打扫照片。我向大叔鞠了个躬：“谢谢你。你怎么称呼？”“我叫程大雄，你叫我老爸吧。”“老爸。”沈旭也出现了。我要带你去见的人就是这位。10分钟后，我们在一家高档甜品店喝下午茶。大雄说他是单亲爸爸，当初离婚后他几乎净身出户，不得已将我托付给宋韵。现在他东山再起了，就想着把我接回去。我感觉这跟中彩票似的。我指了指沈旭：“那他呢？你们怎么认识？”“他呀，他是我朋友的儿子呀，我们还是邻居呢。我一直放心不下，让他暗中照顾你。怪不得沈旭对我那么温柔，怪不得他老帮我解围，原来只是因为这样啊。”我很快就接受了这个事实，自己再也不是无依无靠的人了。老爸递给我一张卡，这里面有500万，以后我会每个月给里面打30万，你看看够不够花？我目瞪口呆。够，当然够啊！之前上高中的时候，我一个月500都能活呢。30万，只怕是花都花不完哦。他听到后眼眶含着泪。沈旭给他递了张纸：“小石，对不起呀，让你苦了这么久。”我说没事没事，这或许是老天给我的磨练呢。我们聊到下午4点，老爸说他要先去开个会，让沈旭送我回学校。在真相面前，我觉得沈旭对我的好都是有缘由的，这让我有些崩溃。我们几乎一路无言，准备在宿舍楼分离时，我没忍住问了他一句：“你之前帮我解的围，是不是都是因为我爸？”他点点头。我说了句谢谢，转身走向宿舍楼。今天是周末，陈思思和康欣都请假回了家，整个宿舍就我一个人。我不明白我在发什么闷火，我不明白我在奢求什么，我食欲全无，只想上床睡觉，却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于是我玩起手机，直到9点，我收到一条消息，是沈旭发来的。其实我帮你解围也不完全是因为程叔叔，
不知道为什么，看见你被欺负时头低低的样子，我就很想帮你。不知不觉中，白雪遍布北京。大一上学期也已经进入尾声，我们系打算弄个派对庆祝一下将至的长假。康欣不打算去，自从宋瑜自愿退学后，他就一股脑投入学习中，连舞蹈社也给退了。而我跟陈思思不忙，自然想去凑个热闹。自从我跟亲爹相认，陈思思就一直想给我改造。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：“你都这么有钱了，能别像个土老帽似的吗？”而我每次都说：“我都操了10几年了，现在这样挺舒服的。”这次的派对终于让他逮到机会了。陈思思把我带到他家，直接给了我套高定穿。我小心翼翼接过并换上，他表示对味儿了。很快就到了派对那天，天气比较冷，但好在场馆里面开足了暖气。再次见到沈旭，他依然在人群里非常夺目。他也看到了我，准确来说是一堆人都看见了我。学生会副主席刘聪率先打破宁静：“请问这位是？”陈思思替我回答：“刘聪，你瞎呀？这是诚实啊！跟亲爸相认后，我就跟着他姓。我改名的事情也上了论坛，引起广大讨论。他的身份也被讨论了好几天，惊讶声此起彼伏。刘聪又说：“果然是钱气养人啊！以前怎么没发现小时这么美？打扮了一下，比宋雨还好看呢。”沈旭用胳膊肘碰了碰他，示意他提了不该提的人，但我却无所谓。陈思思突然闹肚子要去厕所，我一个人出去想透透气，突然一个服务员摔在我面前，我匆匆把他扶起。我看着后面的台阶，感觉后怕，还好这小姑娘没往后倒，不然怕是要脑震荡了。你没事吧？她没理我。几秒过后，她把口罩摘掉，直视着我。我心一惊，是宋雨，怎么不认得我了吗？我沉默着，不知道她混进来的目的。她碰了碰我的礼裙，我下意识躲闪。高定耶，很贵吧？也对，今时不同往日喽。他眼下的乌青很浓，像是好几天没睡觉。我有些不耐烦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他死死盯着我的脸，像是要把我吸进他空洞的眼珠里。你凭什么变得这么好看？你凭什么这么有钱？你凭什么还能在学校里安心学习？我有些无语。关你什么事？退学退的你太闲了吗？他瞪着我，红血丝几乎吞噬了他整个眼球。下一秒，一把匕首擦过我的右脸，我感受到一阵刺痛。他胡乱挥舞着匕首，我尽力去制止着，手臂也多了几个口子。在争执中，我不小心将他推下了台阶。台阶很长，近乎垂直。他滚到最底下时，吃痛地喊叫起来，刺耳的叫声在走廊里突兀地回响。场馆里的人听到声音都冲了出来，所有人都没想到再见宋雨会是以这样的情形。我脸上的血蔓延在高定礼裙上，我跟宋瑜一起被送去医院，陈思思和沈旭在外面等我。我伤得不算严重，不需要缝针，包扎一下就可以了。沈旭看见我之后皱起眉毛，问我是不是很疼。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沈旭紧张的样子，他一直很沉稳，脸上的表情向来不太丰富。我摇摇头，不想让他们担心。陈思思十分自责，都怪我非去拉屎，不然你就不会被那个八婆伤到了。我偷笑，差点扯到伤口。没事啦，思思，他滚下去已经让我很爽了。对了，宋瑜伤得怎么样？锁骨肩膀轻微骨折，左腿粉碎性骨折。粉碎性骨折，看来他很长一段时间，甚至一辈子都跳不了舞了。我有点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。1个月后，我的伤已经痊愈了，还好割得不算深，没在我脸上留疤。寒假跟我的生日一同到来，我爸要搞一场大的，主要是为了庆祝他终于接我回家。他让我邀点同学来，可我想来想去，只有陈思思和沈旭跟我熟一点，他们欣然答应。沈旭为了来参加，甚至延期了2个活动。我在微信上夸他真够义气，看着为我忙前忙后的爸爸，我特感动。在宋家的时候，我没有过过一次完整的生日，每次都是一家人一起吃了顿家常菜就草草了事。
10多年来一个生日蛋糕都没有。我人生中第一个蛋糕还是沈旭买的，那时候高2，我在考虑到底选文还是选理。你这么厉害，选什么不都一样吗？我急忙用手捂住沈旭的嘴，小声点，别让别人听到了。那时候只有沈旭知道我真正的实力，因为我自己露馅了。他跟我争论一道难题好几个来回，我才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。但是沈旭答应帮我保密，同时他很心疼我的遭遇。行了，带你去个地方。沈旭让我在一个公园的长椅上坐着等他，几分钟吧。他拿了个4寸小蛋糕出来，吃点甜的吧，可以缓解压力。你就选你喜欢的就好了。你这么聪明，肯定能学得很好。于是我选了理科，而现在我拥有了人生中第一个生日蛋糕，是我亲爸买的。他在酒楼包场了10几桌，还买了一个超大N寸的蛋糕，一块块分给宾客。这10几桌我就认识2个人，陈思思跟沈旭，其他的都是我爸的朋友、合作伙伴之类的。他拿起话筒，非常感谢各位赏脸来到我们小石的生日宴哈，大家开动吧。我赶紧跑到沈旭那一桌，就我们仨。陈思思一看见我就说：“小石，你真够意思哈，给我俩安排了一整桌，不错不错，你俩可是我的 VIP， 这种待遇当然大大的有。”我们也开动，沈旭给我加了好几个我喜欢吃的菜。陈思思在旁边起哄：“你都把一桌子菜都加给小石了，我吃什么呀？”沈旭有些不好意思：“哪有这么多？”我见状也给思思加了几块肉，这是我孝敬您哒。这还差不多，估计是喝太多饮料了，小号有点憋不住了。我抽了几张纸巾去厕所，很通畅。洗完手后，我在厕所门口被人叫住。宋石，我一回头，阴魂不散的家伙又来了。宋瑜坐在轮椅上，没有了往日那股得意劲儿，他的眼睛像是哭肿了，十分憔悴。我吐槽：“你是我私生吗？怎么在哪里都能看见你？还有，我叫程石，我改姓好久了。”他自顾自地哭了起来。小石，以前的事是姐姐不对，我希望你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好吗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我刚说完一个字，他又哭了起来。宋韵跟李翠被你爸报复了，找什么工作人家都不要，存款都花光了。他们说我没本事，腿还断了，没办法给他们傍大款。说我只有脸看得过去，就打算把我嫁给一个40岁的老男人。可我不想嫁，我求求你帮帮我，我有些幸灾乐祸，关我什么事？你让我出糗丢脸的时候都忘光光了。姐姐，不对，很早以前我就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了，他还不死心，我就求你一个，很简单的，你不用给我钱的，你只要撮合我跟沈旭就行了，好不好？只要他肯娶我就可以了。我鄙夷地看着他，沈旭能看得上你吗？心如毒蝎，他最讨厌这样的人。不是的，他之前给我表过白，只是我想吊着他才没同意而已。我心脏猛地一击，扔下一句：“那是他以前瞎了狗眼。”宋雨心如死灰，泪痕挂在脸上，不知道是悔过的眼泪还是害怕的眼泪。没过多久，就传来了消息，宋雨死了，死在他跟40岁大叔结婚的那天。我蛮意外的，但也能理解，曾经的他那么耀眼，怎么甘心沦落到这副田地？但宋雨的那句沈旭曾经表白过他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我打开微信，把沈旭约了出来，他看起来很意外。有什么急事吗？你很少单独约我出来。我摇摇头，也不是什么急事。宋雨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波澜不惊。我知道，怎么了？他来求过我，让我撮合你跟他。我说你不会看上他，他却说你曾经给他表白过。沈旭看起来有些无语，他是记错了吧？那是他给我表白，他给我看了他们的聊天记录，里面关于表白的就一条，是宋瑜发来的。现在想想，宋瑜恐怕是精神失常了吧？从神坛跌入谷底的人，疯了也很正常。沈旭顿了顿，从头到尾，我只喜欢过你一个。我吃惊地看着他，也太突然了。他们都说你不好看，
可是我觉得你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很美。他们说你很闷，可是你跟我聊天的时候分明很有趣。我一直不好意思跟你说，但是现在我不想你误会我。我有些鼻酸。你说的这些大部分不都是高三的吗？如果我们选的科不一样，你肯定注意不到我。他打开了跟班主任的聊天记录，上面是他来找班主任改选科，班主任不同意，非让他学文，因为他物理没有历史好。他说他相信自己能学得了物理，班主任最终给他改成了理科。你还记得吗？初二的时候，我被几个小混混堵在巷子里时，是你帮的我。我想了想，好像是有这么回事，但当时我压根没注意我帮的人长什么样。我很怕看了之后会惹是生非，谢我也好，怎样都好，我都怕仇家也会盯上我。但沈旭藏得很好，他只是偷偷地塞了张纸条和几个小零食给我道谢，所以没有如果。高三时我们肯定会再见。原来我们是相互暗恋，我把我暗恋他的事告诉给他。他很后悔没早点意识到，窗外大雪纷飞，我跟沈旭的心意在此刻相通。第一个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，不要走开，接下来的故事更精彩。确诊胃癌的第3天，我给自己选了个坟，据说风水特别好，可以保佑我来世不再做被人嫌恶的真千金，不再被人抢父母、抢哥哥、抢一切，不再没人爱。我烧掉了照片、衣服，抹掉了所有我存在过的痕迹，然后割开手腕，躺进了浴缸安然等死。墓地中心却突然给我来了电话：陆小姐，实在抱歉，2个中介撞了单，这坟同时还卖给了另一位先生，您方便挪个坟吗？我他妈不方便，听说过挪车、挪窝儿，有让人挪坟的吗？气血翻涌，我猛地从浴缸中坐起来，染成鲜红的血水，4件落地，满脑子的脏话齐齐涌向嘴边，出口时却又习惯性地压了回去。我亲眼看着合同录入的系统绑定了我的信息。啊，对，墓园的人语气十分抱歉，但顾林先生同时也签了合同，所以系统上没他，对吧？我淡淡开口，打断了对方，不好意思，不方便挪。之前一家养2女，我没抢赢，父母和哥哥成了人家的，现在1坟2卖，那坟明明白白都在我名下了，总不见得还抢不过吧？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瞬，在开口时却换成了低沉磁性的陌生嗓音：陆小姐可以随意开价，多少都可以，算是我对您补偿。眼前因为失血而有些发黑，我伸手扶了扶眉心，定了下神。这不是钱的事儿，我着急用，但墓园这边却显然也是更向着这位听起来似乎很有钱的金主，语气商量地跟着劝我：陆小姐，咱家配置更好的墓位真的还有很多的，顾先生他的确更需要一些，您看咱再急也不差这1时半。顾先生是自己用吗？我的突然打断让对方微微一愣，但我也没等他们回答，垂眸盯着泡在血红温水里的手腕，悠悠放出了自己最大的竞争优势，声音很轻：我正在割腕，今天就死，真的着急用，您就别跟我抢了吧，或者您实在喜欢，咱俩拼一拼。电话那头骤然安静了下去，我同样没再开口，在心中大体盘算了一下，感觉还是下午就火化，当天就下葬更稳妥一些。这个风水宝坟，我志在必得，但这样一来，我必须得确保我死后有人立马给我收尸，多半天都耽误不得。咬了咬牙，我拿起放在浴缸旁的手机，给微信置顶的那个群聊里发去了消息：袁家人们，我准备自杀了。袁，能辛苦你们谁有空回来帮我收下尸吗？袁所有人没有提胃癌1个字。我将消息发送出去，只10几秒后就收到了提示：爸爸退出群聊。苦笑一声，我垂下眸，心想：刚好，等安排好了收尸，就把群也解散了吧。反正他们也有另一个家人群，没有我的家人群。电话那头，顾林轻咳一声开了口，语调里带着震惊，尤以与甚微交织而成的复杂。
陆小姐开玩笑的。爸，鲜血刚好顺着手腕下流到手肘，滴落在浴缸水面，发出清脆的啪嗒声，代替了我的回答。电话那头在瞬间又一次安静了下去，然后下一秒，背景音里的风声突然大了许多，我却没顾上细听，因为眼前的晕眩感越发严重了。群里却还是安安静静的，一直没人回复。我抿了抿唇，干脆直接拍了张血肉模糊的手腕照片发了过去。袁，抱歉，没办法了。袁，墓地这边在抢位置，真挺急的。袁，就理我一回吧，最后一次了，行吗？嗡嗡，手机在10几秒钟后传来轻微的震动，意料之外的，有人回了。大哥，去你妈的一！袁，感谢您，松了口气。我退出界面，正准备卸载掉微信，手机却又突然震动了几下。陆佳佳，姐，对不起，我这就让爸妈和哥哥们回去。陆佳佳，大哥工作忙，还是别麻烦他了。三哥，回去个屁！三哥，闹这一出不就是因为他今天生日？但咱们陪佳佳出来郊游了吗？三哥。都说了晚上会回去陪你过，陆思源你还要怎样？三哥非要拽着全家都不开心才满意，一天不装你能死？心口猛地一抽，我抿抿唇，苦笑出声：袁，能啊，这不就要死了吗？陆佳佳，父母将我意外弄丢后的第3年，为了承载对我的思念与愧疚，从孤儿院领养回来的养女，按道理算是我的替身。但我却从回到陆家那天开始，就一直在羡慕他，能成为拽着全家人走出阴影的阳光。不像我，带着被拐卖虐待后的种种后遗症，少条失教，土气怯懦，粗鄙局促，让他们在时刻对我感觉到愧疚的同时，也对我多了份压抑的疏离与拘谨，客气到我仿佛是这个家里常住的客人，而不像是陆佳佳那样可以跟他们说笑撒娇打闹的家人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努力的想要贴近他们，融入这个家，想要消弭掉那7年缺席带来的疏离，想要他们爱我。可不论我怎么讨好，他们始终都更偏爱着陆佳佳，甚至渐渐误会成我在嫉妒，在欺负，在故意跟陆佳佳争宠，对我越发厌恶。直到那天彻底崩裂，我们已经验过了，你药瓶里装的是维生素，所以你隔3差5到底是在胃疼什么？利用我们对你的愧疚，唬着全家供着你，好玩吗？跟佳佳争宠，好玩吗？不好玩。所以我现在胃癌了，要死了，再也不会欺负他们的宝贝佳佳了。这个家我不要了。妈妈，思源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？妈妈，要怪就怪妈妈吧，别这样了。妈妈这就回去。三哥，妈，别管他，谎话连篇，自杀是吧？行啊，去死海里吧。三哥，省得脏了家里，还麻烦我们收尸。三哥，以后家里就当没你这个人。停顿了10几秒的间歇，对面似乎犹豫了一下，但还是将消息发了出来。三哥，有时候我甚至都希望你当年没回来就好了。手腕的刀口在瞬间传来撕心裂肺的疼，明明刚刚割的时候还没疼到这么受不了来着，疼得我突然就红了眼眶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。陆思源，可能是因为久久没得到我的回应，电话那头的顾林突然喊出了我的名字，声音愈沉，强硬的厉害，背景音里风声呼啸。说话知觉在瞬间又回到了身体，我垂眸眨了眨眼，急忙按压住手腕近心端，慢慢从浴缸里站了起来，笑着闭了闭眼。分给你了，我用不着了。袁，好的，听您的。目的绑着我的信息，所以需要双方见面签转让协议。我干脆把见面地址定在了医院，毕竟这割腕的时间挺长的了，不来包扎一下，我可能都撑不到去投海。死路上不还得麻烦人收尸吗？但我没想到的是，顾林明明应该是从郊区墓园往这里赶的，却居然只比我这个在市区的晚了10几分钟。中介看出了我的疑惑，
抹了抹头上的汗。顾先生一听说您在自杀的时候，就找我翻了您资料上留的家庭住址，开车往市里赶了，超速了一路。闻言，我讶异地看向了他身侧那个沉着脸的男人，一身白 T， 衬衫外套配休闲裤，个子很高，身姿挺拔，倒是挺眉清目秀的一个人。你也刚到。顾林微微喘息着看向我，走，找户，请007号陆思源到诊疗室就诊，请007。机械的播报声响起，打断了他的话。顾林露出震惊的神情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你这情况，居然还排队挂号？我茫然点点头。啊，对呀，反正也不太着急嘛，就别占用急诊医疗资源了。陆思源，熟悉的带着讶异的清冷声音在身后不远处响起。我闻声回头，却没曾想看到的会是陆清瑶，陆家二儿子，我的二哥，是医院优秀的青年内科医生，他怎么会出现在人民医院？而陆清瑶显然也没想到叫号器里的陆思源真是我，眉心微皱，迈步朝我走过来，手里的手机屏幕还亮着，看着那聊天界面，好像有点像群聊。不会是知道我今天来人民医院开研讨会，所以特地来做戏给我看的。嗓音里带着疏远淡漠的责备。陆清瑶的视线扫过我那简略包扎着的手腕，眼底闪过一丝失望与不耐。胡闹总得有个度。陆家3个儿子，大哥从商，二哥从医，三哥赛车。比起三哥的嘴毒，大哥和二哥的工作更忙，性子更淡，对我的态度其实大多都是冷漠。所以听到他这话，我其实反应并不大，反倒是一旁的顾林皱起眉，径自上前一把拽住我，将我带进了诊疗室，摁到了桌前坐下。医生，急诊，不能再耽误了。说着，顾林视线悠悠，瞥了一眼门外的陆清瑶，明显的意有所指。陆清瑶的脸色微微一变，眉头皱得越发紧了，在原地站了10几秒后，骤然冷嗤了一声：“你这一出，也就家家会信了。他实在放心不下你，已经在催着爸妈回城了。如你所愿，现在全家都不开心了，满意了。”说完，视线再次扫过我的手腕。陆清瑶的眸子沉了沉，却也没说什么，像是笃定了我会乖乖跟上似的，转身便朝着门外走去。而就在这时，读取了我诊疗卡信息的医生突然惊讶地出了声：“你得的是胃癌，这病得去肠胃科，你挂外科可不顶用啊！”整个诊疗室瞬间一静，顾林拉着我手腕的那只手猛地顿住，门外的陆清瑶也停下了脚步，但与顾林的震惊不同，他的脸上明明白白是不耐，是冷嗤。先是自杀，再是胃癌。陆思源，见好就收吧，再闹下去，你不死可真就没法收场了。眸子微微一颤，我抿唇苦笑，自嘲般地点了点头。那我就去死。陆清瑶冷喝一声，疲惫地捏了捏眉心，语气里的不耐烦已到了厌恶的临界值。开了几个小时的会，我很累了，没心力再看你做戏。陆清瑶的工作忙且不规律，这些年我早已习惯了对他默默关心，少添麻烦。要搁在以前，都不用他说累，我自动就会上前关心，对他迁就讨好。但这回我忍住了，静静坐着，没有动，只抬眸看向他，表情平静。那就早点回家休息吧。陆清瑶的表情猛地怔了怔，眼神浮现出一抹我看不懂的慌乱与茫然，转眼又恢复成了淡漠。随便你，有本事就说到做到，再别回家。心底平静得如同搅不开的死水。我点着头轻轻笑了。哎，好的，听您的。听个屁！很突然的，站在我身侧的顾林冷着脸开了口，动作很轻却又很利索地将我的手腕拉到桌面上，递给医生，而后直起腰挡在我身前，转身看向陆清瑶，目光悠悠，神情不善，只说了一个字：滚。诊疗室的门反手关上，顾林拉了把椅子在我身边坐下，没再说话，静静地看着医生拆纱布。我偏头看向他，主动打破沉默，
转让合同给我吧，我现在签，也省得耽误他的时间，还得在这等着。顾林却没应，视线扫过我那血肉模糊的狰狞刀口，抿了抿唇，抬眸回望进我的眼里，不是说着急用，怎么就让了？不回家的话，你去哪儿？这人坟到手了不就得了？还问啥理由啊？跟逼供似的。我本想着直接说用不着了，搪塞过去，但顾林的眼神实在是太过认真且锐利，恍惚间甚至让我有种撒谎绝对终止不了话题的直觉。缓了口气，我只能无奈道：找人收尸太麻烦，所以我准备死海里喂鱼去，坟就不虚。医生似乎是被我这诡异的话惊到了，绑纱布的动作失了力道，狠勒了我一下，疼得钻心。医生歉然对我笑笑，抬手剪断了纱布，顿了顿，突然轻声道：不再试着治治了吗？胃癌控制得好的话，5年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我愣了愣，随后笑着摇头：嗨，活够了，不差这3-5年的。收回包扎好的手腕，我起身偏头，本想再跟顾林要一下合同，视线却无意间瞥过了他身后的中介，眨了眨眼。我突然反应过来，这俩人好像是空着手来的吧？所以转让合同呢？顾林的神情一顿，薄唇微抿，眸色有些晦暗莫辨，思索了几秒后，缓缓开了口：陆思源，咱俩拼坟吧。可能是失血过多，但更可能是因为顾林这话太过惊人，我的眼前黑了一黑，稳了足足几秒的心神，才终于找回声音：啥？不是你说的吗？顾林勾唇笑笑，实在喜欢的话，咱俩拼一拼。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不错，很适合我这个孤家寡人。以后逢年过节，你的亲属上香祭扫、磕头送花，我都能蹭上一份，挺划算的。顿了顿，顾林迎上我震惊到呆滞的目光，笑得温和。作为回报，我帮你收尸，如何？手掌抬起，按住了心口。我向后缩了缩脖子，怎么有点心动了呢？但我的情况，你应该也能看出来，我家人真不一定会去给我上坟。无妨，顾林却浑不在意似的，有个邻居作伴，就比没有强。说着，他站起身来看向我，脸上的神情悠然随性，跟刚刚让陆清摇滚时的高冷截然不同。陆小姐若是不愿，我可以再找别成交。我挑了一片巨美的海滩，落日余晖染透天边，海浪声声，很适合生命绚烂的终结。但我真是有点子后悔跟顾林拼坟了。这哥事儿忒多，看完日落呗，不差这一会儿。晚上的海水太凉了，干脆顺便看了明天的日出再死得了。好，您收尸，您说了算。等日出的夜太漫长，失血又容易犯困。我本以为再次醒来时，叫醒我的必然是定好的5点半闹钟，却没想过会是三哥的视频通话。时间深夜10点32，顾林靠在车座上，睡得正沉。我轻轻打开车门下了车，视频接通，入目便是阖家团圆的餐桌，陆家家众星捧月，坐在正中央。哦，大哥不在，陆思源你有病吧？三哥陆子玉眉头紧皱，语调气急，要死要活的把全家都折腾回来。你人呢？亏家家还忙了一下午给你做大餐，赶紧滚回来。挨着陆家家的妈妈也随之叹了口气，声音仍旧温柔，却难掩疲累与失望。思源，不闹了，回来过生日好吗？爸爸冷哼一声，让长辈等你吃饭，书都读到狗肚子里了。视线扫过那桌明显开动过的大餐，我抿唇轻笑了下，突然想到了另一个问题：顾林收尸和我死，明明可以分开进行啊！我等他干啥？垂眸无语一笑，我抿唇，下一秒决然迈开步子，水声翻涌，心底一片死寂。正在死呢，不回去了。门锁解锁，大门突然打开，西装革履的大哥出现在了门口。视线扫过餐桌，换好鞋后，径自走向了1楼唯一的那间卧室，我的房间。下午开会忙，把陆思源忘了。他怎么样？还闹着抹？语调淡淡的说着，大哥伸手拧开了我的房门。
屋里一片空空荡荡，我的物品早已全部消失。浴室的推拉门大开着，浴缸里一片血红，触目惊心。所有人都瞬间变了神色。身为医生的陆清瑶反应最大，噌的一下站起身来，快步进了房间。等看清浴缸里的血色后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眼神迅速染上了慌乱与不可置信。不对，这个出血量不对，他是真的想死。说完，像是要求证什么似的，陆清瑶急忙从兜里掏出了手机，手指做了几下翻找的动作，而后放大，视频隔得很远。我其实根本就看不到他在看什么，但很莫名的，我猜他应该是在看我发的那张割腕图片。我说呢，身为医生，陆清瑶真要是看了我割腕的深度，怎么可能还会觉得我是在演戏？原来是压根没看呢，心底一片冷然。我仰了仰头，伸手准备将通话挂断，陆清瑶却突然夺过了三哥的手机，脸上几乎没什么血色。陆思源，别玩了，你回来，回家吧，或者告诉我你在哪儿，我去接你。海水沁凉，淹没到腰。顾林说的没错，晚上的海水是真凉啊。我停住了脚步，视线终于落回屏幕上，淡淡与陆清瑶对视。回去，然后呢？继续像个寄居的外人，看着你们有多疼陆家家，可我们也没对不起你。三哥别扭的话语透过听筒清晰传来，跟知道我可能真得了胃癌的陆清瑶不同，他的语调里仍旧是认定了我在做戏的笃定，但态度却莫名不再那么恶劣。家里这么多年，谁也没亏待过你，你没搞那些小心思之前，谁没小心翼翼地把你当祖宗供着？你非跟家家较这个劲做什么呀？是啊，他们从没亏待过我，他们只是不爱我。陆家家一次小感冒，全家哄着吃药，我闹到割腕，都只换来一句得癌了就死远点，别麻烦我们收尸。这是我的亲爸亲妈亲哥哥呀，我为什么不能较劲？我他妈凭什么不较劲？思源，陆清瑶的喉结上下滚了滚，先回家吧，回家再说。真要是病了，二哥会救你。脚步不停，海水继续淹没身体，包扎好的手腕被浸湿，丝丝的疼。我扯唇轻笑，打断了他。陆清瑶，我早就没有哥哥，没有家了。陆清瑶的神情狠狠僵住，似乎直到今天才骤然想起，我原来已经很久很久没叫过他们哥哥了。就在我的胃药莫名其妙变成维生素的那天，他们亲口说的。陆思源，我真希望佳佳才是我们的亲妹妹。陆清瑶露出了慌乱后悔的神情，摇摇头，声音微颤，不是的，那只是失望的气话，我们只是不想你因为嫉妒佳佳再跟他。一只大手突然伸过来，将手机径直抽走。我惊讶偏头，却见顾林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我身后，月光映照着他的目光沉沉。人会嫉妒别人的原因无非是两种，一是觉得对方不配，二是因为自己没有。你们有能耐说他嫉妒，但偏偏就是没想过让他不缺。说着，顾林冷嗤一声，薄唇勾起，偏心就是偏心，扯这么多借口做什么？垃圾！咚！手机随即丢入海水，溅起轻轻的水花。我的瞳孔微微放大。哎，不是哥，那好像是我手机吧？扔这么潇洒的吗？陆思源，顾林拉着我的手腕，静静地站在海水里，与我对视，却没再说什么，只轻轻叹息了一声，弯下腰，将我从海中打横捞起，牢牢抱在怀中，转身朝向岸边走去。我有个家，你来看看吧。要是喜欢的话，咱俩可以拼一拼。但当天晚上，我其实并没有能好好看看顾林的家，失血加上受凉，导致我在车上时就起了低烧。到了后，只能蔫蔫地窝在温暖柔软的被窝里，看顾林坐在床边，专注地给我拆纱布换药。我好像忘了问，我吸了吸鼻子，略微有了点鼻音。你为什么买坟呢？瞧着不像是有病的样子啊。顾林抬眉看了看我，神色淡淡，未雨绸缪，就只是这样。我不太懂了。白天那墓地中介明明就说过，顾林比我更需要那个坟，
如果只是单纯的未雨绸缪，不至于这么执着吧？你也看中他的风水了？那坟的风水是我找先生结合我的生辰八字算过的，应该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啊。没有，顾林轻轻扎好纱布，声音很轻。那坟的旁边葬的是我父母。神情僵住，我愣得猝不及防，几次张了张嘴，却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顾林被我的反应逗得勾唇一笑，语调轻松，听不出什么悲伤。7年前轰动全市的那次商场纵火案，他俩都在里面。为了给我挑当上消防员的礼物，前阵子出任务，我也差点死在火场里。当时就想着，要是能活着出来，就在父母旁边买个坟，省得哪天意外先来了，来不及安排，然后就碰上你了。说完，顾林站起身，从旁边的柜子里拿了几只玩偶，一只一只的排队摆在了我的床边，站岗的安排好了，放心睡吧。最后一只兔子玩偶放到了我的枕头边，顾林拍了拍他的头，就封你做御前侍卫了。我忍不住笑出了声，修长白皙、骨节分明的大手却随即落在了我的头顶，轻轻揉了揉我的发。顾林望进我的眼底，神情专注且温柔。海里捞的野生陆丝源，努力，再活一活吧。眸底泛起汹涌的酸涩，眼眶随即泛了红。我连忙别过头去，看向枕边那只憨憨的兔子，故作轻松地笑了笑。明天见呐，我的御前侍卫。17，借着发烧，我窝在房间舒舒服服地懒了3天。但顾林却逐渐看出了我逃避的意图，直接硬薅着我出门，想带我去医院。哥，我死死扒着大门框，严肃对天发誓，我保证一定会按时吃药，努力的活。医院就不去了吧？胃癌中晚期，治疗方式的第一步就是化疗。不是很想。陆思源。顾林沉下脸，一字一顿地叫出我的名字，揽着我腰的手在暗暗用劲。我干脆松了双手，双手合十，冲他可怜眨眼，求了，真的不想去医。话语停滞，我的脸色突然沉了下去，视线越过顾林的肩头，看向了门口不远处站着的4个人，不知何时来的，更不知来了多久。思源。满目憔悴的妈妈迈步上前，只叫我的名字一声，就流下了眼泪。我们终于找到你了，这些天全家找你都快找疯了，你大哥二哥还在海边守着呢。你没事可真的太好了。嘴唇抿了抿，我没有说话，只冷着眼抬眸，看向了他的身后，红着眼眶，眼神中满是愧疚，隐约还带着点心虚的陆佳佳，气势不在，小心翼翼，短短几天就像是苍老了10几岁的爸爸，以及神情晦涩，再也没对我恶言相向的三哥陆子玉，全员都温柔的，就好像3天前那些厌恶我的话，不是他们说的一样。哦，明白了，这是已经确认过我是真得胃癌了是吧？生死面前开始忏悔了是吧？我活着的时候不当回事，疏远冷漠厌恶，要死了立马烟消云散。什么都宝贝了对吧？这嘴脸变的可真比变天还快。我本想甩给他们一记嘲讽的冷笑，胃里的恶心感却突然翻涌而上，腥甜不受控制。我急忙扶住顾林，弯腰一阵阵地开始吐，最初吐的还是酸水，后面却已然带上了鲜红的血色。18，思源。妈妈捂着嘴惊叫出声，眼底迅速涌上眼泪，迈步上前想要碰我，却被我摆手挡了回去。别，太恶心。妈妈的神情顿时僵住，愣在原地，露出了难受至极的神情来。顾林紧紧扶着我的胳膊，让我靠在他身上借力，手掌轻轻拍着我的背，声音很沉，必须去医院。我立马苦了脸，哥，不行。顾林抬眉，态度不容拒绝，但语调缓了缓，去了回来有糖吃，走。我立马直起了腰来，这几天估计是病灶扩散，连累着胆汁反流。我吐完总觉得嘴里苦，想吃甜的。我自己的妹妹，我自己来吧。三哥陆子玉突然上前，神情里带着浓浓的失落，但态度却坚定地伸出手，想从顾林身侧接过我。
不用麻烦你了。”胳膊往回撤，我皱眉躲开陆子玉的手，只觉得他这一出实在莫名其妙。那更麻烦不到陆先生你吧？陆子玉的身体猛地一颤，嘴唇颤抖着张了张，声音莫名很轻：“思源，那天三哥说的都是气话，不是真心的。三哥跟你道歉，对不起。再怎么样也别跟身体置气，好不好？三哥带你去医院，检查完再带你回家，回家好好养病。”我没忍住扯出一声笑，脸上终于也挂上了他们曾对我的疏离与淡漠。陆先生这是打哪儿论的回家呀？陆家里，我的东西已经全部销毁。我本人也听了您的话，去海里死了死，不用麻烦你们收尸。虽然没死成，被人捞了，但您完全可以就当我死了。现在站这儿的是个野生的陆思源。说着，我目光悠悠瞥了一眼顾林。某人看着没什么反应，但其实悄悄勾起的唇角比 AK 还难压。陆先生，现在您可以如愿，就当家里从没有过我这个人了。19，陆子玉的身体晃了晃，嘴唇已然失了血色，在赛车场上肆意张扬，从来也没为什么后悔过的人，在这一刻露出了后悔到无以复加的神情，灰败了神情，再也没说出别的话，只红着眼眶，痛苦地重复着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爸爸陆钦随之迈步上前，局促地对我笑笑，递给我一个崭新的手机，故作轻松又带着讨好地对我说：“没事没事，思源生我们的气应该的，不回家也没关系。爸爸重新给你买了手机，微信也给你下载回来了，能把爸爸加回来吗？好歹让爸爸能联系到你，行吗？”说着，像是要证明什么似的，又从兜里掏出自己的手机，调出界面来给我看，小心翼翼道：“那天退群是爸爸不对，你妈妈已经把我拉回群里了。你看，爸爸在了。”垂眸看了眼排在第一个的我那粉粉的派大星头像，我抿了下唇，神情淡淡的向后退了一步，拉开与他们的距离，并肩站在了顾林身边。“不必了。一个家有一个家人群就够了，这个群就散了吧。就像你们一直期望的那样，当走丢了的陆思源从没回来过，别再来找我了，真的很烦。他们不要我，我也不要他们了。20，你的微信头像是情侣的，另一半是海绵宝宝。”车窗外的景色不停倒退，开着车的顾林突然状似不经意的随口问了一句，我点点头，算是吧。跟谁？顾林的喉结滚了滚。男朋友，跟我的 QQ。我回答的自然而然，顾林却啧了一声，抿紧了唇表示无语。我直接不服，干嘛？有了微信就不管 QQ 了吗？都是一个妈生的，就算 QQ 现在不如微信讨喜，也不能冷落他呀。说着，嘴里苦涩更盛。我侧过身来靠着椅背，摊开手掌，向顾林卖乖求糖。顾林，我能先预支，把糖吃了再去医院吗？不叫哥了。顾林悠悠瞥了我一眼，我有没有一种可能，那个哥就是个口头语，此哥非彼哥，求给糖一颗。我冲顾林嘿嘿的笑，顾林顿时也跟着笑了起来。不行，笑容立即僵在了脸上。我暗暗磨了磨牙，车子停在斑马线前等红绿灯，顾林伸手就敲了我的脑门一下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吃了糖不算空腹，就不用去医院了，对吧？你答应了我的，不许反悔。小心思被戳穿，我晃着脖子扁扁唇，耍无赖道：“我跟我的御前侍卫说的晚安，可没说答应你呀。”顾林呵了一声：“行，晚上回去就把那死兔子革职，流放到垃圾站。”话音落下，刚好绿灯亮起，顾林停了话头，抬手发动车子。车窗外的景色不停倒退，我敛了笑意，垂眸轻轻道：“对不起呀，顾林，这下是真没人给我上坟送花了。”这波拼坟，着实是顾林吃亏了。顾林却不在意似的，眉眼微弯，笑意温柔：“那就努力，活得肆意潇洒些。生前张扬明媚，死后不用别人送花，咱坟头自己开。我的情况说不上特别好，
检查完，医生没有把结果说得很绝对，先安排化疗，联合局部治疗看看情况，效果好，能稳住的话，就可以做手术切除了。化疗，我哀怨地坐在旋转木马前的长椅上，愁成了一朵蘑菇。哪怕是顾林为了奖励我最近勇敢打针、积极吃药，特地带我来了游乐园，我也还是很难开心。顾林去远处买烤肠了，临走时在我胳膊上系了氢气球，让我坐这等他回来。我想着，要不趁现在偷偷溜走算了。思源，压抑的、带着哀求的声音突然从身后响起，我愣了一下。回过头就看到大哥陆晋然正站在不远处，红着眼眶看我。NBSP， 跟大哥回家好不好？你生着病，总在外面怎么能行呢？家里好歹还有你二哥，你知道的，他医术很好，一定能好好照顾。我不禁轻笑，打断了他，视线看向了他身侧的二哥陆清瑶。我的病不就是在陆医生的眼皮子底下得上的吗？拖到晚期的胃癌呀！期间怎么可能一点症状没暴露过？可陆清瑶连陆佳佳痛经时的脸色不对都能一眼看出来，却愣是从没相信过我是真的胃痛。我只是……陆清瑶露出愧疚的神情，苍白着脸色张了张嘴，只是还没说什么，就被举着烤肠回来的顾林打断了。哥，我盯着烤肠，眼睛一亮。顾林冷冷地扫了陆家一起来的这几个人，冷嗤一声，将烤肠递给了我，慢点吃，小心烫。呕吐紧随着顾林话的尾音袭来，我忍不住跪倒在地，痛苦的干呕。顾林想要上前，却被陆清瑶抢先跪在地上，伸手想过来扶我。思源 ，NBSP， 滚开，别碰我！可能是这些天来实在是被他们缠得太烦了吧，我的情绪突然就绷不住了似的，打从心底涌上了一股无名火，烧得我同样红了眼眶。他妈的早干嘛去了？22，为了得到爱，我卑微内敛了多年，在脑子里转过无数次都能绕地球3圈的脏话，终于在此刻出口，震得在场所有人都是一愣。我攥拳强逼着自己不许掉眼泪。我回到陆家是1年2年吗？是15年。我等你们接纳我，重新爱我，等了15年。是我比不上陆佳佳灿烂明媚，比不上她容易亲近，但是我不想活得落落大方吗？是我不想不用卑微讨好，不用唯唯诺诺就能招人喜欢吗？是他妈没人叫我。7年的缺席，我们之间必然是疏离的、陌生的，需要大量的爱和关心才能填满。可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、符合他们心意的陆佳佳，所以他们不愿意从头开始再重新教养一个我。于是他们得过且过，粉饰太平，让我在这个家里活成了锦衣玉食却融入不进去的外人。眼泪最终还是逃离了眼眶，划过脸颊，滴落在地上。我松开了攥紧的拳头，眼底重回一片死寂。滚远点吧，别再来用所谓的忏悔和愧疚恶心我。我真的半点都不想看到你们去他妈的对不起。我想要的从来都是对得起。对不起。很突兀的，陆家人的最后面响起一声不识相的道歉。红着眼眶的陆佳佳走上前来，屈膝慢慢在我面前跪下了，张口的瞬间泣不成声。姐，对不起，我只是不想被你抢走家人，不想被赶走。我没想害你死的，毕竟是被整个陆家用爱宠大的姑娘。抛开那些故作懂事、家身家人对我偏见的绿茶行径，严格来说，陆佳佳其实只对我出过一次手，就是在家人对我频繁的胃痛起了担忧，准备送我去医院检查时，将我的胃药换成了维生素。只那一次，却从此坐实了我撒谎演戏，利用家人的愧疚来争宠的事实。怪他吗？自然是怪的，但我也不能昧着良心说全都是他害的。这点我清楚，陆家人自己也清楚。陆佳佳，你该跪，但该跪的不止你一个。不过那都不重要，因为跪了也没用。你们的忏悔只会让我觉得恶心，哪来的什么追悔莫及、悔恨终生？没人会怀着愧疚过一生的，总能找到借口让自己解脱。
放下，就像我刚走丢时，他们那么愧疚。没过几年，不还是领养了陆佳佳，让自己好受点吗？所以他们的愧疚能值几个钱？他们呢，永远是在失去我的时候才最爱我，太可笑了！不再看他们哪怕一眼。我拽住了顾林的衣袖，转身就走，刚迈出2步，身后却传来了大哥陆晋然带着压抑哭腔的声音：“思源，再叫我一声哥吧，回家吧，求你了！”脚步停下，我回过头来，看着同样跪到了地上的陆晋然，歪了歪头，冷冷扯唇一笑。这天之后，陆家人开始不再对我假惺惺的忏悔，而是一天天地轮番跪在了顾林家门口，求我回家。我全当看不到，只开开心心的一边化疗，一边拽着顾林去做我从前还没来得及做的事情。顾林管这叫坟前养花计划，但这计划时长有点短，只展开了2个多月，就因为我的头发全线掉光而彻底中断。我能清晰地感受到，每一次化疗结束，我的体力和生命力都会被抽走一部分。顾林，你好像一直都不怎么悲伤啊。第3次化疗住院，我躺在床上摇头晃脑，用光头的反光光影在他脸上晃着玩。我这几次化疗的结果可都不怎么好挨。顾林给我削着苹果，仍旧浅浅的笑，因为咱俩拼了家，也拼了坟，你生死都由我挨着，所以结果如何都没关系。我垂眸揪着兔子玩偶的耳朵，扁扁唇，你最好是。门框上的玻璃窗隐约有人脸晃动，我抬眸看去，有人快速地躲了起来，没看清脸，但我也知道是谁，因为那抽泣压抑的哭声实在是有点多且吵，让他们滚远点吧，哭也别让我听见，烦。顾林点了点头，却没立即起身，视线瞥了眼门口，声音微微提高了些：“陆佳佳好像要搬出陆家了，你3哥听说有了很严重的自残倾向，昨天见到时手腕上全是刀口，死不了，但看着挺疼。你2哥倒是没再来，听说天天疯了似的查胃癌治疗方案。你爸妈，我不想知道。”顾林，我静静地开口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算跟他们扯平，我只知道我半点不好奇他们的结局，他们惨，我不会开心，因为他们抹消不了我的痛，他们弥补，我也不需要，因为我不相信这家人会永远愧疚，除非他们死。第6次去化疗前，下了一场初雪，我卷着羊毛毯子缩在摇椅上，顾林在我旁边看书，脚踩着摇椅腿，一晃又一晃地哄我睡觉。我昏昏沉沉地抬了抬眼皮，落地窗外的院子里，齐齐整整跪了6个人。我伸了个懒腰，终于从毯子里出来，看向顾林：“我们去墓园看看吧，我想去看看我的风水宝坟，顺便看看咱爸妈，认认门。最后一次化疗了，这次的结果决定了我是后期等死，还是有了生机。这坟让我遇见了你，感觉应该真的挺灵的。我想去拜拜，求他把我下辈子的运气挪一挪，不用保佑我下辈子的幸福了，保佑我这辈子能活吧。”翻页的修长手指骤然一顿，顾林垂眸抿紧了薄唇，足足停了1分多钟，才终于点了点头。再次开口时，嗓子沙哑的厉害。好，柔软的围巾围住脖颈，顾林给我戴上去迪士尼时买的兔耳帽子，把我裹得严严实实，毛茸茸的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顾林没忍住，用食指轻对了一下我的脑门，本就像个球似的我，一屁股坐在上了沙发，喘了好几口气才有力气笑出来。欺负病号，你礼貌吗哥？小孩一样。忍不住，顾林从兜里掏出根棒棒糖，拆了包装纸后，轻轻拉下我的围巾，将糖塞进了我嘴里。刚好能压住血腥气。顾林随之抽了茶几下的一支油性笔，单膝跪下来，在我面前轻轻展开我的手心，在上面一笔一画的写字。我咂着糖味，不明所以地冲他笑：“干嘛？写手机号啊？”顾林也笑，只是笑得红了眼眶。做个记号，丢了好找。记号笔收回，一个林字躺在我的手心。我垂眸，默默将手攥紧，
正要松开时，一滴泪滴落在指缝。顾林颤抖着双手将我这只手合在掌心，额头低下来，就这么跪在那里，埋着脸，泣不成声。这是相识这半年来，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他的悲伤。陆思源，别离开我，求你！我在顾林父母墓前磕了个头，而后看着被我支开、站在很远处的顾林，偷笑着说道：“不好意思啊，爸妈，我现在有点丑，但你们相信我，我有头发、有气色的时候，真的挺漂亮的。所以请素未谋面的您二老保佑保佑我吧。这辈子要是能活，我就做你家儿媳妇了；要是不能活，下辈子……”我停下来思考了几秒，缓了好几口气，才恢复了些力气，虚弱的笑：“不管是女儿还是儿媳妇，我都是你家的人了。”说着，我伸手将手心里的银两给了他们看，指了指旁边的空墓位：“我死后会跟顾林一个坟，来世肯定会有缘相见的。要是没缘，有这个记号，顾林也会找到我的。”墓园安安静静，飘雪无声。我微微抬起眸，越过满园的墓碑，看向了那群站着的模糊身影，是陆家人。我叫他们来的，让他们亲眼看着我找到新的爸妈、新的家人，绝了他们再来纠缠的心。这辈子也好，下辈子也罢，我们再也不是家人。陆思源，我好像一直没告诉你一件事。顾林稳稳背着我，慢慢的在墓园的路上走着，我虚虚搂着他的脖颈，有气无力。什么？我听力蛮不错的。然后呢？眼皮有些沉。我困了。我听见你说要做我媳妇了，这回是你亲口说的，不能再耍赖了吧？我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，顾林的脚步猛地停住，眼眶瞬间红透，但随后又笑了笑，迈开步子继续走，语调仍然轻松，但声音抖得厉害。反正我做好记号了，下辈子你就算投胎成狗，我都能找到你。NBSP， 听见了没？陆思源，你这个骗子，死骗子！陆思源，雪花飘落，落在脸颊，将眼泪都带得冰凉。风雪中，似乎有一声轻轻的回应在耳边响起：“你才成狗呢！”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